各位，活了大半辈子，你们以为交朋友要看人情，要听他嘴上说的多好听？我告诉你，全错了。你只要看他身上那身衣服，就能把他骨子里的算计看得一清二楚。咱们这代人，从45岁往下走，50、60甚至70了，大半辈子的风雨都经历过。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是与人为善，是吃亏是福，是对人要老实。这有没有错？没有错。老祖宗传下的厚道，保了咱们大半辈子的平安。可是大家慢慢发觉，人心变了，越往后走越不对劲。你掏心掏肺对人家好，别人当你是缺心眼；你倾囊相助，别人拿你当提款机。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手里好不容易攒下一点养老的本钱，儿女也都各自成家了，本想着安安心心过点清静日子，结果身边总是出现那么几个人，让你痛心疾首，甚至让你晚节不保。有人骗了你的血汗钱，有人伤了你一片真心，还有人把你大半辈子积攒的声誉毁于一旦。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委屈啊，你就在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这双眼睛怎么就瞎了？怎么就看错了人？其实真不是你看错了人，是你根本不知道看人的法门。你只听他嘴巴里讲的天花乱坠，只看他逢年过节提着礼物上门的客气，却忘了老天爷早就把他的真面目写在了他身上。写在哪里？就写在他每天穿的那身衣服上。衣服难道仅仅是用来遮羞保暖的吗？根本不是这样。在我们国人的大智慧里，衣服叫做衣冠。什么是衣冠？那是你这个人精气神的显化，是你内在修为的一面镜子。天底下没有新鲜事，所有的变数都在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生克里打转，都在阴阳消长的周期规律里循环。一个人心里起了什么贪念，动了什么邪念，他自己以为藏得天衣无缝，其实全都写在他的穿衣打扮里了。这叫什么？这叫相由心生，衣随念转。你以为他穿的是昂贵的名牌，是极品的手工定制，其实他穿的全是他命里的破绽。你们仔细去想想，古人对穿衣服有多讲究，什么时候穿长服，什么时候穿礼服，什么时候穿素衣，那都是有严格规矩的。这不是死板，这叫本分和规矩。衣服在老祖宗的文化里是一道边界，也是一种对天地的敬畏。可是你看现在的人乱穿衣，为了吸引眼球，为了彰显自己有钱有势，什么贵穿什么，什么扎眼穿什么。他根本不问问自己，我的德行压不压得住这身衣服的福气。易经里讲厚德载物，你没有那个德行，却偏偏要把金银财宝全挂在身上，那叫什么？那叫自暴其短，那叫惹祸上身。人在天地间就是一个能量场，你穿戴的东西每天都在跟外界交换能量。一个内心安宁、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他的衣服往往是干净的、整洁的、不张扬的，因为他不需要靠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相反，那些内心极其匮乏、满肚子算计，或者正处于人生巨大危机边缘的人，他最本能的反应是什么？是掩饰。怎么掩饰？用最华丽、最夸张的衣服来武装自己，给自己壮胆，来迷惑别人。这就好比自然界里那些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往往毒性越大；那些越喜欢虚张声势的动物，其实内心越是虚弱。这就是天道规律。你懂了规律，就不看表象，只知本质。我见过太多惨痛的例子，就说这几年有多少老实本分的长辈，
大半辈子积蓄被那种天天西装革履、名牌傍身、出入高级场所的所谓俗人骗得一干二净。我就碰到过这么一个让人心痛的事。一位老兄平时非常节俭，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为人极其厚道。前几年结识了一个生意上的所谓朋友，这个人每次出场都是一身名牌，戴着名表，开着豪车，讲话也是称兄道弟，极其讲究排场。这位老兄一看，觉得人家这么有实力，穿得这么体面，总不会惦记自己手里这点养老钱吧？结果呢，人家几句好话一红，加上几次出入高档场所的排场，他把自己和老伴多年的积蓄全投进去，连儿女买房的钱都挪用了。最后那个人卷钱跑路，连影子都找不着。这位老兄急得当场进了医院，整个家都垮了，儿女也跟着受牵连，天天在病床前叹气。你怪谁？你只能怪自己无名。你被别人那身华丽的皮囊蒙蔽了双眼，你以为衣服代表的是财富和地位，其实在那些心术不正的人身上，衣服就是他们用来下套的诱饵。这种亏咱们吃不起，也不能再吃了。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里，就是要跟大家把这个道理讲透。这不是一堂讲穿衣打扮的课，那是裁缝干的事。这是一堂讲人性的课，讲天道的课，是一堂教你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里如何保全自己的护身课。我要借着这身衣服，带你把复杂的人心一层一层地剥开，带你看看那些潜伏在你身边的豺狼虎豹到底披着什么样的羊皮。我们要讲透这个周期规律，让你拥有一双火眼金睛。不管是10年后还是20年后，只要人的贪嗔痴还在，这个规律就永远不会变。等一下咱们就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衣服里的天道拆解开来，你只要把这几条听进心里去，以后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哪怕他嘴上抹了蜜，哪怕他演技再好，只要看一眼他的穿搭，你就能在心里给他定个防小人，远灾祸，保全咱们自己，保全咱们的家庭和子孙的福报。就从学会看懂这身衣服开始。各位，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层最险恶的人心规律。为什么我们很多有着丰富社会阅历的长辈，在识人这个问题上还会栽大跟头？我告诉你们，是因为大家脑子里中了一种极其可怕的毒。这种毒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直线思维。在那种思维里，你看到他穿着极其讲究，浑身上下都是名牌，你大脑里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很有实力。你看到他戴着名贵的手表，开着豪车，你就推断他社会地位高，绝不可能贪图你手里那点小钱。这种思维一旦形成，你就等于把自己扒光了，扔进了狼群里。我们国人是不讲这一套直线思维的。国人的智慧是太极，是阴阳，是看事物永远要看它的背面。老祖宗有一句极其深刻的话，叫做缺什么补什么，越没有什么越要显摆什么。大家去仔细体悟一下，一个人如果内在的实力极其雄厚，他的心是安定如山的，他根本不需要靠一件几万块钱的衣服来向别人证明自己，他穿什么都觉得舒服，他哪怕穿着一双几十块钱的布鞋走在街上，他心里也是踏实的。相反，当一个人开始疯狂地追求外在的华丽，把自己包装得像个移动的奢侈品展示柜一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内在已经极度匮乏了，他的资金面可能已经断裂，他的生意可能已经岌岌可危，他的心里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恐惧和焦虑，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这种极其夸张的物质外壳来给自己壮胆，来迷惑外界。
你以为他是在向你展示他的财富，其实他是在向全天下宣告：我很虚弱，我很着急，我急需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老实人来填我那个深不见底的窟窿。而你呢，却偏偏顺着那种愚蠢的直线思维，一头扎进了他用华丽衣服编织的夺命陷阱里。你这是把自己的养老钱往火坑里扔啊！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大智慧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晚清时期，有一位红顶商人叫胡雪岩。大家都知道，胡雪岩做生意极其厉害，但他真正厉害的是那双能够看透人心的毒辣眼睛。有一回，一个外地的绸缎商人来找胡雪岩谈一笔极大的买卖。当时正逢世道极其不景气，很多大商号都在苦苦支撑，能保住本钱就不错了。这个商人来到胡雪岩的府邸时，那个排场简直大得惊人。他身上穿着极其昂贵的苏绣长袍，料子是最顶级的，做工繁复的让人眼花缭乱，手里把玩着极品的玉扳子，身边还带着好几个同样穿戴华丽的随从。他说话的底气更是十足，仿佛这笔生意给了胡雪岩，是胡雪岩祖上积了德，占了天大的便宜。胡雪岩手底下的那些掌柜们一看，哎呀，这个人实力太雄厚了，这笔大买卖要是做成了，利润极其丰厚，纷纷私下里劝胡雪岩赶紧把契约签下来。可是胡雪岩在后堂隔着屏风偷偷观察了一番之后走出来，只是跟这个商人寒暄了几句，问了问各地的天气，喝了一杯清茶，就客客气气极其周到地把人给打发走了。手底下的人全都急了，追着问他为什么放着送上门的大生意不做。胡雪岩冷笑了一声，极其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这群蠢货，只看到了他身上的绫罗绸缎，却没有看到他骨子里的惶恐。如今世道如此艰难，真正有实力的大家族都在收敛锋芒，开源节流，穿着打扮大多返璞归真，绝不愿在这个时候招摇过市。而此人在这种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却刻意穿戴得如此奢华繁复，连身边的随从都打扮得像个暴发户，这分明是在强撑场面。我查的资金底子早就被掏空了，他这是想借着我胡某人的名头和真金白银去填他的无底洞。今天要是签了这个字，明天我们胡家几代人积攒的基业就会被他彻底拖入万丈深渊。果不其然，没出半个月，就传来了那个绸缎商人钱庄全面倒闭，携款连夜潜逃的消息。大家看，这就是中国式的高级智慧，绝不被外表的华丽所迷惑，从衣服的极度张扬中敏锐地捕捉到了其内在的极度虚弱。这就叫一叶知秋，这就叫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就回到了我们国学的源头，回到了《易经》和《道德经》里讲的天道规律。《易经》乾卦里有一个极其凶险的爻辞，叫做亢龙有悔。什么是亢龙有悔？就是一条龙飞得太高了，飞到了根本不该属于它的高度，脱离了云雨，脱离了大地，它接下来必然要遭遇灾祸，必然要重重地摔个粉身碎骨。一个人把他所有的精气神，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心思，全都炫耀在了最表面的衣服上，这就是典型的亢龙有悔之象啊！道德经里讲得更透彻，起者不立，跨者不行。你踮起脚尖，想让自己显得比别人高大，你是绝对站不久的。你迈着极其夸张的大步子，想走得快，你是绝对走不远的。自然界里的规律也是一模一样。
大家去观察一下大自然，到了万物复苏的春天，那些开花开得最艳丽，花朵最大，最繁复，恨不得把所有颜色都抹在自己身上的树木，往往到了秋天根本结不出什么好果子。为什么？因为它的能量，它的养分全都在表面上消耗得干干净净。而那些真正能结出压满枝头硕果的树木，开的花往往是极不显眼的，甚至是有些朴素丑陋的水往低处流，倒在最低处。一个人如果能够守住树谱，能够把心沉下来不张扬，天地的能量就会源源不断地往他身上汇聚，这就叫厚德载物。可是如果一个人天天花枝招展，用名牌严严实实地包裹自己，他就是在向外疯狂地散发，消耗自己的能量。当他的福报被这种无谓的虚荣消耗殆尽的时候，各种灾祸自然就会接踵而至。你去跟这种人沾边，你去跟他合作，你是嫌自己命太长吗？你是嫌自己家里的福报太多，想分给他一点去替他消灾挡难吗？既然大家今天懂了这个天道规律，那我们以后在生活中，在老熟人的饭局上，或者在亲戚朋友的红白喜事上，在遇到这种穿着极其考究、浑身上下散发着金钱味道，还极其主动跑过来跟你套近乎的人，你应该怎么做？我教给你们2招老祖宗传下来的护身法宝。第一招叫做外圆内方。表面上你要给足他面子，你要比任何人都要热情地去夸赞他。哎呀，张老板，您这身衣服真是太有品味了，您这块表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你把它捧得高高的，让他心里那个虚荣的瘾得到极大的满足，这叫圆通，这叫不结冤。但是你的内心里必须要极其方正，要像一块冰冷的石头一样不为所动。你的心里要有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清清楚楚地知道，它越是这样光鲜亮丽，它越是极度危险。第二招叫做中国式推脱拉理的之子。当他开始向你抛出诱饵，说最近有个绝佳的投资机会，或者遇到点小麻烦，想跟你借点闲钱周转的时候，你千万不能一口回绝。你当面一口回绝，就彻底得罪人了。这种为了钱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亡命之徒，咱们这种正经人家根本得罪不起。你要学会打太极，你要长叹一口气，表现得比他还要痛苦和遗憾。你说，哎呀，老兄啊，你早说半个月就好了，我那点死期存款刚刚被我老伴拿去给孙子交了海外留学的保证金，现在家里连买菜的钱都要精打细算，真是错过了跟着您发大财的好机会。你把责任推给老伴，推给儿女，推给客观原因，这就叫知止，这就叫知道。在悬崖边缘停下脚步，你不仅完好无损地保全了自己的钱袋子，还让他挑不出一丁点毛病。各位，你们自己去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在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名牌衣服，也不是什么限量版的手表，而是你看透人心、避开灾祸的终极智慧。你在这种所谓的体面人身上栽一个跟头，你10年的辛苦，你大半辈子的积蓄就全都白费了。听懂了没有？这才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救命锦囊。但是大家别以为懂了这一条就万事大吉了。刚才我们讲透了，要高度警惕那些浑身名牌、穿戴极其奢华张扬的人。有的人听了我的话，恍然大悟，一拍大腿说：对呀，以后穿得太好太体面的人我都防着。
我就专门去结交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甚至看起来非常寒酸的人。他们连件好衣服都买不起，肯定是老实本分的人。跟这种人打交道最安全，绝对不会骗我。各位，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你不仅会再次掉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而且还会被人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为什么？因为你又掉进了直线思维的陷阱里。今天我就要把这层窗户纸给你们彻底捅破。你们要知道，在复杂的人性面前，那些看似弱势、常年穿着破衣烂衫、刻意在你面前扮惨的人，背后往往隐藏着比骗子更可怕的世人陷阱。咱们这代人心地都极其善良，大家到了这个岁数，平时喜欢去庙里拜拜菩萨、念念经，总想着多做点善事，给家里的子孙后代积攒一点福报，这是极好的发心。可是很多心术不正的人，恰恰就是盯上了你们这份毫无防备的慈悲心。你们仔细回想一下，你的身边，甚至你的亲戚圈子里，有没有这样一种人？他每次出现在你面前，身上穿的衣服永远是那几件洗得发白、领口甚至都有些磨破的旧衣服，脚上穿着一双旧鞋，整个人看起来灰头土脸的。他来到你家也不大声说话，就坐在那个角落里低着头唉声叹气。他不会直接开口问你要钱，他绝对不那么傻，他只会反反复复地跟你讲，最近家里老母亲又生病了，吃药花了多少钱，小孩子在学校里又要交什么费用，实在是拿不出来，或者自己做点小本买卖，又被谁坑了，现在连下个月的米钱都没有了。你坐在一旁听着，听着你的那个慈悲心就泛滥了。你看着他身上那件破旧的衣服，你觉得他真是太可怜了，太不容易了。你心想，大家都是亲戚，或者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于是你连老伴都没商量，就悄悄从自己那个准备用来养老的存折里取了一笔钱塞给他。你以为你是在做功德，是在帮人渡过难关，可是结果呢？这笔钱就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了音讯。不仅如此，过不了多久，他又穿着那身破衣服，又带着新的悲惨故事，坐在了你的客厅里。你给了一次，就得给第二次；你借了3次，第4次，你只要敢说一个不字，他在外面就会到处败坏你的名声，说你越老越抠门，见死不救，说你心肠狠毒，你大半辈子攒下的那点好名声，瞬间就被他毁得干干净净。你不仅损失了钱财，还惹了一肚子的嫌弃，气得高血压都要犯了。这就是人性里最隐蔽的盲区。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贫穷和寒酸就等同于老实和善良。老祖宗管子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物质极度匮乏的状态，为了生存，他的底线是会不断降低的。更可怕的是什么？是那种明明有手有脚，甚至家里条件根本没有那么差，却刻意把自己打扮得极其寒酸的人。衣服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他用来对你进行道德绑架和情感勒索的武器。他用这身破衣服在你面前树立起一个绝对弱者的形象，让你觉得拒绝他就是一种罪恶。这种利用别人的善良来吸血的人，才是世间最狠毒的吸血鬼。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上的大案子，看看古人是怎么把这种半惨的套路玩到极致，最后引发天下大乱的。西汉末年有一个极具迷惑性的大人物，叫王莽。大家都知道
王莽篡汉，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但在他篡夺皇位之前的前半生，全天下的人都认为他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圣人。为什么？就因为他太会利用衣服来演戏了。当时王莽所在的王氏家族是西汉朝廷里最显赫、最飞扬跋扈的外戚家族。王家出了9个侯爵、5个大司马。王莽的那些堂兄弟们一个个骄奢淫逸，出门都是香车宝马，互相攀比，谁的衣服更华丽，谁家的排场更大。但是王猛呢，他反其道而行之，他出生在这个权倾朝野的大家族里，却偏偏脱下了锦衣华服，每天穿着粗布衣裳，打扮得就像一个最贫寒的老百姓。他拿着朝廷发给他的高额俸禄，自己1分钱不花，全都拿去分给穷人，或者用来结交天下名士。有一回，朝廷里的几位公卿大臣去王莽家里探望他，一进院子，看到一个穿着粗布裙子，衣服上还打着补丁的女人，正在院子里干粗活，招待客人。这些大臣们以为这是王家雇来的出使下人，结果一问，所有人都震惊地倒吸一口凉气。这个穿着破旧补丁衣服干粗活的女人，竟然是王莽的结发妻子，堂堂当朝大司马的夫人，竟然穿得比普通老百姓还要寒酸。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全天下都轰动了，所有的文人墨客、朝廷百官，连同天下的老百姓，都被王莽这身粗布衣裳和这种极度的清贫给深深打动了。大家都在高呼，王莽是活着的圣人呐！大汉的天下只有交到这种毫不利己、极度节俭的圣人手里，才有希望啊！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王莽靠着这种刻意到极点的办产，成功地骗取了全天下人的信任，兵不血刃地夺取了西汉的江山。但是当他真正坐上皇位，大权在握的时候，他骨子里那种不切实际、残暴和固执的本性就彻底暴露出来了。他瞎搞改革，弄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最后全天下人联合起来造反，不仅杀了他，还把他的头颅砍下来，作为皇室的收藏品。各位，这历史的血泪教训深刻不深刻？易经里讲物极必反，老子在道德经里也讲过类似的大智慧。当一件事情违背了常理，走向了极端，它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极大的妖孽。王莽身为顶级贵族，却穿得连乞丐都不如，这种极度的反常根本不是什么圣人的美德，而是他为了掩饰内心那个妄图吞并天下的巨大野心所释放出来的迷雾。这叫大伪，是真大奸。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人如果遇到了一时的困难，穿得朴素一点，这叫本分。但是如果一个人长年累月地在你面前展示他的破衣烂衫，把自己的惨状当成一种社交名片，到处去博取同情，去讨要好处，这就是一种极其阴险的心机。大自然里有一个规律，叫做水往低处流，水流到最低处，如果那个地方是一个深渊，是一个泥潭，它就会把所有流进去的活水全部吞噬，变成一潭死水。那些刻意办惨的人，就是一个人性里的黑洞。你以为你的善良是甘露可以滋润它，其实你是在拿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福报，去填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那么既然看破了这层伪装，以后我们再遇到这种穿着寒酸，总是试图用苦难来绑架你的人，
我们该怎么做。我今天把压箱底的心法传授给你们，就5个字：救急不救穷。这是咱们中国古人几千年总结出来的铁律。什么是急？他走在路上突然摔倒了，突发心脏病了，那是急，你必须救，你不救，那是丧失人性。什么是穷？他常年不务正业，或者投资失败，到处欠债，天天跑来跟你哭穷，那就是穷。穷病是世界上最难治的病，你根本治不了。我们要用中国式智慧里的推拖拉来对付这种人。当他又穿着那身破衣服，坐在你家客厅唉声叹气，试图让你掏钱的时候，你要比他更惨。你要收起你的同情心，一脸愁容地告诉他：哎呀，兄弟啊，你这情况确实难办，但是你不知道我比你更难呢。我那点退休金前天刚被我儿子借去还房贷了，我连下个月的高血压药都不知道去哪里买呢，我还指望着能找谁借点呢？你说我们这老哥俩怎么命都这么苦啊？你陪着他一起叹气，一起诉苦，你1分钱都不要借给他，但是为了保全大家的面子，为了不把事情做绝，你可以站起身来，去厨房给他下碗面条，或者从柜子里拿2袋大米送给他。你告诉他，钱我是真没有了，这2袋米你拿回去，起码别让孩子饿肚子。各位，这就叫适可而止。如果他是个真正遇到困难的老实人，他会极其感恩你这2袋救命的米。但如果他是个专门吸血的寄生虫，他心里一定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因为他要的是你的真金白银，根本不是你的米。他看你这边榨不出油水了，以后自然就不会再来烦你了。你不仅完美地保护了自己的养老钱，还兵不血刃地看清了一个人的真面目。天底下的事情是不是都逃不过这阴阳两面的转化？听懂了没有？这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救命锦囊。你学会了这一招，你的晚年就能少生多少气，少折多少寿。但是人心极其复杂，有的人听懂了，说好，穿得太华丽的骗子我防住了，穿得太寒酸的吸血鬼我会避开的，我就老老实实做个普通人，平时穿得普普通通，这总行了吧？可是有一天你去参加老同学的聚会，或者去参加亲戚家孩子的婚宴，你心想，这种大喜的日子我总得穿得讲究一点，喜庆一点，把家里最贵的衣服穿上，把压箱底的首饰戴上，这既是给自己长脸，也是给主人家面子。这种挑不出毛病吧？各位，你大错特错了。刚才我们在前面留下了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在这种看似平常的人情往来中穿错了这一身衣服，你极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招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无妄之灾。你们仔细去回想一下，在你参加完那种穿得极其高调、光鲜亮丽的聚会之后，是不是经常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倒霉事？聚会的时候，大家表面上推杯换盏，对你夸个不停，说：哎呀，老张啊，你现在是发达了，看着穿戴，看着气派，真是咱们这群人里混得最好的。你听着，心里美滋滋的。可是回家没过几天，事情就不对劲了。要么是平时800年不联系的亲戚突然登门跑来找你借一笔巨款，你借也不是，不借也不是，直接把亲戚关系搞僵了。要么是你明明什么都没做，外面却突然传出了关于你和你家人的风言风语，说你的钱来路不正，说你为富不仁。更有甚者，你的儿女本来在单位里干得好好的，
突然就被人穿的小鞋，生意上本来谈好的单子，突然就黄了，你百思不得其解，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告诉你，问题就出在你那天穿的那身衣服上。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回到了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极其丑陋但又无比真实的人性弱点上。西方的那种直线思维教导大家，人有了成就就要大胆地展示出来，叫做分享喜悦。但是我们国人的心理极其微妙，极其复杂。人性里面有一种最阴暗最可怕的东西，叫做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尤其是那些以前跟你起点一样，甚至以前还不如你的人，当他们看到你现在穿金戴银，满面红光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你以为你是在分享喜悦，其实你是在拿一把尖刀狠狠地往他们心窝子里扎。大家知道，人到中老年，各家的境遇早就分出了高下。有的人可能正在为生计发愁，有的人可能儿女极其不争气，天天在家里啃老败家，有的人可能刚刚查出了一身大病，他们心里本来就充满了苦闷、嫉妒和意难平。这个时候，你穿着极其昂贵的衣服，戴着耀眼的首饰，像个发光体一样走到他们中间，你那身华丽的衣服瞬间就成了放大他们人生失败的照妖镜。你越是光鲜，越是衬托出他们的落魄。他们嘴上对你笑，心里那个嫉妒的毒蛇却已经被你彻底唤醒。嫉妒一旦产生，就会转化成极其可怕的破坏力。他们会在背地里给你造谣，会在暗中给你使绊子，甚至会把这种怨恨转移到你的子孙后代身上。你哪里是去参加聚会，你这分明是去给自己树立仇敌啊！我们来看看清代官场里的历史大案，看看古人是怎么在这个穿衣的尺度上博弈生死的。大家都知道，乾隆朝有2个极具代表性的大臣，一个是和珅，一个是纪晓岚。和珅这个人的才干极其突出，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喜欢显摆，太喜欢把荣华富贵全穿在身上。他贪恋了无数的财富，他的衣服全是用进贡的最顶级的江南丝绸做的，上面连缀的珍珠宝石甚至比皇帝帽子上的还要大还要亮。他走在朝堂上，那个珠光宝气，那个锋芒毕露，简直刺痛了所有人的眼睛。当时的官员们哪怕心里再恨他，表面上也都对着他那身华丽的朝服下跪磕头。可是结果呢？和珅这身极度张扬的衣服，不仅招致了满朝文武的极度记恨，更要命的是，他刺痛了当时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的心。嘉庆皇帝在做太子的时候，看着和珅穿得比自己还要气派，心里的那个杀机早就深深地种下了。后来乾隆一死，嘉庆立刻就赐死了和珅。嘉庆在给和珅定的20大罪状里，极其罕见地把和珅穿戴鱼质珍珠僭越当成了核心罪名之一。和珅以为穿得好是权力的象征，却不知道那是催命的符咒。反观纪晓岚，这个人极其聪明，他学问极高，但在官场上，他永远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甚至有些邋遢的胖老头。他经常穿着沾着墨汁的旧长袍，拿着个大烟袋，整天笑呵呵的，跟谁都不争锋芒。在那种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里，纪晓岚故意用这种不讲究，甚至有些滑稽的穿衣打扮，完美的掩盖了自己的才华和锋芒。大家一看，这就是个只会写些文章的酸腐文人，根本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正因为这种极度的收敛，纪晓岚不仅平平安安地活到了80多岁，还得了个善终。这就是中国式的大智慧，
叫做长拙，把这个历史的规律降维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里，这就是《易经》和《道德经》里反反复复讲的天道。老子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一棵树，如果你非要长得比整片森林都高，把所有的阳光都抢走，那么狂风刮过来的时候，第一个折断的就是你。水往低处流，自然界的能量永远是趋向于平衡的。如果你所在的环境，大家普遍的能量层级、财富状况只有5分，你非要穿出个10分的气派来，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能量落差。这个落差必然会引发周围环境对你的反噬，这就是大自然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国人讲究什么？讲究中庸之道。很多人误解了中庸，以为中庸就是和稀泥，就是平庸，完全错了。中庸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里，找到那个唯一能够让你保全自身，能够与环境和谐共处的那个精确的度。你的衣服就是你与外界沟通的媒介，你穿得太好，叫做过者生灾；你穿得太破，叫做不及；不及则惹人轻贱。只有恰到好处，才能安身立命。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到底应该怎么去运用这个中庸之道，去参加这些必须要去的聚会和应酬呢？我今天教给你们一套中国式实操的防身术。首先要懂得和光同尘。你去参加同学聚会，或者回老家参加亲戚的喜宴，出门前照照镜子，把你身上那些最扎眼的标志性名牌，那些闪闪发光的大金链子全部摘下来。你要穿什么？穿干净的、整洁的、面料舒服的，但绝对看不出牌子和价格的衣服。你的原则只有一个，让自己极其舒服，同时让别人绝对不眼红。你穿着这样走进去，既不失体面，又完美地融入了大众。其次，要学会中国式的诉苦。当有人看着你那身得体的衣服跑过来试探说：哎呀，老哥，看你红光满面的，这2年没少发大财吧？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顺着杆子往上爬，千万不要去吹嘘你儿子1个月赚多少万。你要立刻启动你的自我保护机制。你要叹一口气，拍拍大腿说：发什么财啊？都是表面风光。你不知道我这风湿骨痛，折磨得我整宿睡不着，天天在医院里大把的花钱。儿子虽然在外面打拼，但也欠了一屁股的房贷、车贷，天天愁得掉头发。咱们这个岁数啊，只要能有个好身体，不给儿女添乱，就阿弥陀佛了。各位，你把这段话一说出来，你看看对方的反应，对方原本充满嫉妒的眼神，瞬间就会变得极其柔和，甚至还会反过来安慰你几句。为什么？因为你主动展示了你的痛苦，你让他获得了心理上的平衡。他觉得，原来你过得也不怎么样，原来你也有这么多烦心事，那我就放心了。这就叫外圆内方，这就叫知止不殆。你用几句不痛不痒的诉苦，完美的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危机，保护了你家庭的福报。天底下的灾祸，有多少是自己管不住那颗炫耀的心给招惹来的？听懂了没有？这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保家卫国的救命锦囊。你把这些听懂了，你下半辈子就能避开80%的人际纠纷。刚才我们在前面讲透了，要高度警惕那种在平常场合穿得极其张扬、锋芒毕露的人，免得在不知不觉中惹祸上身。有的人听到这里，心里暗得意，他们心想：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我早就看穿了那些爱显摆的人。我身边恰好有这么一种朋友，或者是相识了几十年的老同事。这个人呢，平时绝对不穿花里胡哨的衣服，也绝不穿什么名牌。你认识他10年、20年了，他永远就是那几件极度素净，甚至款式都没有任何变化的衣服。夏天永远是一件没有任何点缀的白色或灰色短袖，冬天永远是一件深色的旧外套。哪怕是去参加极大的喜事，他也绝不会穿红带绿。哪怕是遇到天大的危机，他那身衣服依然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脸上永远看不到大喜大悲。你看着他，就像看着一潭平静的湖水。你觉得这种人太好了，太靠谱了。你觉得他清心寡欲，是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绝对是个值得托付生死的至交好友。所以你对他彻底放下了防备，你什么掏心窝子的话都跟他说。你家里有多少存款？你儿女在外面惹了什么麻烦？你对其他亲戚朋友有什么不满？你毫无保留地全抖露给他。可是各位，到了咱们这个50、60岁的年纪，你仔细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吃过这种数亿人的暗亏？就是这个你认为最没有心机、最淡泊名利的人，在某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比如在遇到极大的利益冲突时，或者在关键的家族财产分配中，他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绝杀。他把你算计得明明白白，把你之前向他透露的所有软肋和底牌，全都变成了他获取利益的工具。你被他狠狠地捅了一刀，最后连怎么输的都不知道。你满腔愤怒地跑去质问他，他依然穿着那身素净的衣服，面无表情地看着你，不急不躁地说出几句让你哑口无言的话，让你感觉自己就像个极其可悲的跳梁小丑。这种被最信任的人，被看似最无害的人背叛的痛，才是真的深入骨髓，能让你几年都缓不过神来。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看似最安全、最本分的人身上栽最惨的大跟头？我极其严肃地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被那些极其肤浅的看人标准给骗了。很多人觉得一个人穿着简单，就代表他内心简单；一个人不追求物质享受，就代表他没有野心。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在咱们国人的顶级智慧里，永远要牢记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极度的简单，往往掩盖着极度的复杂；极度的平静，往往孕育着极度的可怕。我们来剖析一下人性的规律。一个普通人，他是有7情6欲的。遇到高兴的事，他想穿件亮颜色的衣服，显摆一下，沾沾喜气；遇到倒霉的事，他可能连脸都不想洗，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就出门了。这叫什么？这叫常态，这叫他的情绪有正常的宣泄出口。你能看到他的喜怒哀乐，你就能大概摸清他的底线在哪里。可是如果一个人能够10年如一日地把自己包裹在那种极度单一、极度素色的衣服里，屏蔽掉外界所有的干扰和诱惑，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人有着极其变态、极其可怕的自我克制力。他把所有的欲望、所有的野心、所有的情绪，全部用极强的意志力给强行封印在了心底最深处。他绝对不是没有欲望，他的欲望极大，大到普通的金银财宝、名利虚荣根本入不了他的眼。他所图谋的是极其长远的全局，是能伤筋动骨的根本。
他那身永远一成不变的素色衣服，就是他用来隐身的一件无敌的铠甲。你以为他是一只吃素的绵羊，其实他是一头蛰伏在暗处，屏住呼吸，死死盯着猎物的猛兽。你根本看不透他，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才是人际交往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把这种素衣隐身法运用到出神入化，最后颠覆了整个天下的大案子。三国时期，那是一个群雄逐鹿、极其讲究谋略的残忍时代。里面有一个城府深不见底的人是谁？是司马懿。大家去翻翻历史，看看历史上对司马懿的记载，哪怕是后来小说里的描写，他永远都是极其低调，经常一身素净的长袍，连大声说话的时候都极少。当时的天下霸主曹操是什么人？那是天下第一等狡猾多疑、杀人不眨眼的枭雄。曹操早就看出司马懿这个人极其危险，说他有雄豪志，而且还有狼顾之相。曹操心里其实一直盘算着找个借口把他杀掉。可是司马懿是怎么应对这悬在头顶的屠刀的？他绝对不穿任何显眼的官服去跟曹家的人争风头。曹氏家族的那些宗亲大将，比如曹真、曹休，一个个鲜衣怒马，披坚执锐，把权力和地位全都极其嚣张地穿在身上，傲气冲天。而司马懿呢，他穿着最朴素的衣服，在家里装病，在大军阵前装怂。诸葛亮为了激怒他出战，送给他一套女人的衣服。你们去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统帅几十万大军的最高统帅，被敌人当着全军将士的面送女人衣服，换做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早就气得吐血，提刀拼命了。可是司马懿呢，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愤怒，反而极其自然地穿上了这身女人的衣服，甚至还在蜀军的使者面前走了一圈，笑眯眯的、极其关切地询问诸葛亮的饮食起居。司马懿就是用他这身永远一成不变的素衣和那种常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极度忍耐力，骗过了曹操，骗过了曹丕，骗过了曹睿，整整熬死了曹家3代主公。就在所有人，包括曹爽这个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将军，都觉得司马懿只是一个快进棺材、只会穿素衣念经的糟老头子时，司马懿发动了极其血腥的高平陵之变。就在那一天，他脱下了穿了几十年的素衣，换上了兵人的铠甲，露出了极其凶残的獠牙，一天之内就把曹家几代人打下的江山连根拔起，将曹氏宗族满门抄斩。各位，这就是常年穿素衣之人的可怕之处啊！他可以为了一个终极的目标，忍辱负重几十年，连衣服的颜色都不泄露半分心机。你以为他在向你低头，其实他是在心里默默计算着除掉你的倒计时。你跟这种城府极深的人斗，你怎么可能斗得过？在《道德经》里，老子有一句话，把这个天道规律讲到了极致，叫做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极其巨大的声音你是听不到的，真正极其巨大的物象你是看不见形状的。同样，天底下最深层的可怕心机，就是表现的没有任何心机；最强烈的吞噬欲望，就是伪装的毫无欲望。大自然里的江河湖海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大家平时去大自然里观察一下，那种水流的很急、浪花飞溅、
听起来极其热闹的小溪小河，其实水极其浅，一眼就能看到底下的石头，你走过去根本淹不死人。可是你去看那种极深极深的大江大河，甚至是深海的区域，水面上是平静的，像一面极其光滑的镜子一样，一点波纹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就叫静水流深。一个人如果他外表的穿着打扮极度安静，极度素色，那就意味着他的内在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你把手伸进去，你根本不知道底下藏着什么尖锐的暗礁，藏着什么能把你拖进水底的剧毒水草。天道永远是平衡的，外在压抑的越狠，内在的图谋就越惊人。这样的人，他的心智极其坚韧，他不被外物所动，绝对不被情绪所控。他做任何事情都只有绝对冷静的利弊权衡，没有半点普通的人情冷暖可言。你如果用你那种热乎乎的心，用那种普通老百姓讲义气的交友方式去靠近他，你迟早会被他的深渊吞噬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那么如果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在投资做生意的时候，或者在亲戚圈子里真的遇到了这种常年只穿一种素色衣服，极度克制，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应对？我教给你们中国式实操的2个字，也是咱们保命的心法：敬而远之。敬是极其的尊敬，远是绝对的远离他的核心利益圈。你平时见了他要客客气气，挑不出任何礼数上的毛病，他说什么你都顺着他说，点头称是。但是你绝对不要去试图试探他的底牌，更不要傻乎乎的把你的家底、你的软肋主动亮给他看。中国式的人际防守最厉害的一招叫做藏，他懂得藏，你也要学会藏。当他看似漫不经心地问起你家里的财务状况，问起你对某件事情的真实看法时，你千万不要掏心掏肺，你要学会用极其模糊的话来打太极。你要一脸诚恳地说：哎呀，这是我哪里懂啊，还得听您的指教，我这脑袋老了不够用了，现在就只能管好自己的一日三餐，过过糊涂日子。你就像一个极其柔软的棉花包一样，让他打过来的拳头完全找不到受力点，让他摸不清你的深浅。你只要时时守住自己的边界，不进入他的猎杀范围，他那种宏大而冷酷的布局就不会把你当作猎物。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在这个复杂社会里保全自己和家庭的最高智慧。你们自己去想想，你身边有没有这种静水流深，让你根本摸不透底细的素衣人？听懂了没有？这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用来保命的救命锦囊啊！防住了外露的狂妄，识破了隐蔽的深渊，你才能在这个真假难辨的社会里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人心的变幻远不止于此，危险往往发生在猝不及防之间。如果说常年穿素衣的人是极度的静，那么还有一种极其反常的动，那就是一个人不管是跟你相伴了几十年的老友，还是你一手带出来的晚辈，甚至是你极其信任一起做生意的合伙人，他的穿衣风格突然在极其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我今天极其严肃地警告你们，一旦在生活中出现这种极度反常的征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只是换了个心情，或者只是手里有了2个闲钱，想赶个时髦。这是老天爷在向你发出最严厉的生死警报。这个人极有可能马上就要在背后对你下死手，彻底背叛你。你们去仔细回想一下，在你大半辈子吃过的大亏里，你是不是经历过这种极其痛心的事情？你有一个交情过命的老兄弟，或者一个关系极其亲近的亲戚，你们以前无话不谈，他平时
是个极其朴素、极其老实的人，做事也一直本本分分。你们两家合伙做个小买卖，或者你把大半辈子的积蓄借给他去周转，你连个借条都没让他打，因为你觉得他这个人你太了解了，绝对靠得住。可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他变了，他以前从来不穿名牌，现在突然换上了一身高档定制的西装。他以前出门总是随便套件旧外套，现在突然戴上了极其昂贵的手表，连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腔调都变了，变得极其陌生，极其油滑。你心里可能还替他高兴，觉得老兄弟终于熬出头了，终于发财了。结果呢，没过几天，你突然接到消息，他把你俩合伙的钱全都偷偷转移了，或者你家里急需用钱，好去找他要回当初借给他的那笔救命钱，他却翻脸不认人，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震惊到了极点，你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跑到他面前，指着他的鼻子骂。你问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他以前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白痴。这种被最信任的人突然背叛，背后捅刀子的痛，是不是像把你的心活生生地撕裂开一样？一大半辈子的心血和信任瞬间化为乌有，你甚至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为什么会遭受这种极其惨烈的背叛？我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的脑子里固执地守着那种极其幼稚的西方直线思维。在那种思维里，一个人是个好人，他就会一辈子是个好人。他以前对你忠诚，他就会永远对你忠诚。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们国人的智慧核心是什么？是易经。易经的核心就是一个字：变。天底下的万事万物都在无时无刻地发生着变化，人心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变的东西。一个人的穿着打扮就是他内在心性的外在显化。当一个人的穿衣风格几十年如一日，说明他的心性、他所处的环境、他的社会关系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当他的穿衣打扮突然发生了极其剧烈的突变，这绝对不是什么衣服换了的问题，而是他内在的欲望、他的价值观、他结交的圈子，甚至他的人生图谋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他的心早就已经变了，他已经不是你当初认识的那个老熟人了。你还在用以前的老眼光去看待他，你还在傻乎乎地对他掏心掏肺，你这不是主动把脖子伸过去让他砍吗？我们来看看三国时期那些极其血腥的背叛大案，看看这种穿着突变背后的反复无常。大家都知道，三国里有一个极其勇猛但也极其臭名昭著的人，叫吕布。吕布这个人武功天下第一，但他这辈子最大的标签就是背叛，就是三姓家奴。你们去仔细看看历史和演义里对吕布的描写，每一次吕布要痛下杀手，背叛他极其亲近的主公时，往往都伴随着他外在装备和穿戴的极其重大的突变。吕布最早是跟着丁原的，丁原对他极好，认他做干儿子。那时候的吕布穿着打扮和使用的兵器，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勇将。可是后来那个极度残暴的董卓，为了拉拢吕布，派人送去了什么？送去了天下无双的赤兔马，送去了极其华丽耀眼的黄金铠甲，还有极其名贵的西蜀锦袍。当这身极其惹眼的鲜衣怒马送到吕布面前的时候，
吕布的心瞬间就被彻底点燃了。他穿上那身极其华丽的铠甲，骑上赤兔马，他在水里照了照自己的倒影，他觉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已经截然不同了。他内在的那个极度膨胀的贪欲和野心，在换上这身衣服的瞬间，彻底冲破了忠诚和道德的底线。当天晚上，这个穿着董卓送的华丽铠甲的新吕布，就提着刀走进了对他恩重如山的干爹丁原的帐篷，毫不犹豫地砍下了丁原的脑袋。后来，吕布投靠了董卓，认董卓做干爹。董卓对他也是极其防备，但也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可是到了最后，当王允用貂蝉实行连环计的时候，王允偷偷送给吕布一顶极其华贵的紫金冠。吕布戴上这顶代表着至高权力的王冠时，他的心境再次发生了巨变。他觉得董卓那个老贼已经配不上做自己的主子了，于是在未央宫门前，这个头戴紫金冠、身披西川红锦百花袍的吕布，一击就刺死了那个曾经给了他无数荣华富贵的董卓。大家看明白了吗？每一次外在衣冠和装备的极其奢华的突变，都是吕布内心欲望极度膨胀的催化剂，也是他即将举起屠刀，彻底背叛身边最亲近之人的死亡倒计时。衣服变了，心就变了，杀机就起了。我们用国学的天道原典来降维拆解一下这个规律。易经里讲，反常必有妖。老子在道德经里也反反复复地强调，万物并作，无以观复。你要看懂事物的发展，你就要观察它的常态和异态。大自然里的规律是最无情的。大家去看看那些大地震、大暴雨来临之前，大自然会出现什么征兆？冬天本来应该是极其寒冷的，结果突然有一天，天气变得极其温暖，连冬眠的蛇都爬出来了。你以为这是老天爷开恩，让你暖和暖和？根本不是，这是极其罕见的暴风雪和倒春寒马上就要降临的绝对实兆。自然界里的动物也是一样，一条蛇，当它要蜕皮的时候，它会变得极其狂躁，极其具有攻击性，因为它要抛弃旧的身体。在这个剧烈转变的过程中，它会对周围的一切充满敌意。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是我们国人最高的哲学。一个人突然换掉了他穿了几年、十几年的衣服风格，这就好比一条蛇在蜕皮，他要告别过去的自己，他要告别过去的圈子。更可怕的是，他要彻底告别过去那些对他有恩、知道他底细的老朋友。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存在是在提醒他过去的卑微和普通。他现在换了新衣服，攀上了新高枝，或者心里酝酿了一个极大的阴谋。他觉得你们这些老朋友不仅没有利用价值了，反而成了他的绊脚石，成了他新身份的污点。水往低处流，但人心一旦膨胀，就会像失控的洪水一样，不顾一切地冲垮所有过去的堤坝。在这个剧烈突变的当口，他第一个要下手算计的，就是那些对他毫无防备，还把他当老熟人看待的你们。既然我们今天把这个人性最阴暗的深渊看透了，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当咱们这把年纪突然发现身边的老朋友、老亲戚，或者借了你一大笔钱的熟人，他的穿衣风格发生了极其罕见的突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教给你们一套极其管用的中国式实操，叫做未雨绸缪，断臂求生。你绝对不能跑过去问他，哎呀老张，你怎么突然穿这么好，是不是发财了？
你这么问，等于是打草惊蛇，他会立刻对你生出极大的防备和杀心。你要表面上装作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甚至还要像以前一样跟他拉家常、聊闲天。但是在你的心里，你必须立刻拉响最高级别的防空警报。你回家之后，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你们之间所有牵扯的账目、借条、生意往来查得清清楚楚。如果他欠你的钱，你要立刻动用一切合理合法的手段，用中国式的推拖拉去把钱要回来。你去找他，你说：“哎呀，老哥，真是不好意思，我家里孙子突然生了重病，急需手术费，你无论如何得把那笔钱先凑给我救命。”你要比他更急，比他更惨，一定要在他在背后对你下死手之前，把你的本钱安全地撤出来。如果你们之间有共同的秘密，或者他手里攥着你家人的什么软肋，你要立刻开始进行极其严密的物理隔离，绝对不要再跟他透露任何家里的私事，绝对不要再跟他有任何新的利益牵扯。你要慢慢的不露痕迹的疏远他，直到完全退出他的生活圈子。这叫什么？这叫《易经》里的见机而作，不失终日。看到了一点点不对劲的苗头，立刻就要行动，绝对不能拖泥带水，心存幻想。你哪怕损失一点小利，也必须保全你的身家性命和一辈子的声誉。听懂了没有？这才是老祖宗的救命锦囊。你把这一条刻在骨子里，你这辈子就能避开那些足以让你倾家荡产、晚节不保的惊天大雷。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要防备的人，有的朋友听到这里，心里可能就开始打退堂鼓了。你们在想，老师啊，被你这么一剖析，感觉这个世界上简直处处是陷阱，到处都是包藏祸心的小人。既然人心这么险恶，外面的社会这么复杂，那咱们干脆关起大门来，谁也不理，自己过自己的清静日子，总行了吧？我们不出去结交朋友，不参加任何聚会，彻底断绝人际往来，这样总不至于再吃亏上当了。我告诉你们，这也是极端错误的想法，这是因噎废食。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活在这天地之间，就必须得跟人打交道，这是无论如何也逃避不了的现实。特别是到了咱们这个50、60、70、80岁的年纪，你的人际关系已经不单单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要替你家里的子孙后代看人把关。你的儿女要成家立业，要在社会上立足，他们身边接触的是些什么人？你作为长辈，你得有那双火眼金睛，替他们扫清障碍。你如果能结交到真正有大德行、有大福报的同路人，不仅你自己后半辈子活得舒心坦荡，这种极其优质的人脉和好人缘，还能作为一种无形的资产，惠及你的儿孙，成为护佑你们整个家族长盛不衰的护身符。既然我们能从衣服的破绽和反常里一眼看穿，那些试图算计我们的小人和骗子，自然也能够从衣服的气象里一眼认出真正的君子到底什么样的一身衣服才是真正以德载道，值得我们彻底放下防备，用后半辈子去深交的至交好友呢？咱们很多长辈在寻觅真君子这个问题上，又极其容易犯迷糊，又掉进了另一种可怕的直线思维里。大家脑子里总有一种固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觉得既然华丽张扬的是小人，那好人就必须得有个极其死板的固定打扮。比如有人觉得真正的好人必须穿得像个老学究，必须一年四季穿着灰布大褂，或者觉得有道德的人就必须手里天天盘着一串佛珠，脖子上挂着各种玉佩，
满口的仁义道德，阿弥陀佛。大家去外面看看，现在市面上到底有多少这种人？我极其严肃地告诉大家，这种专门靠穿一身极其刻意的传统服饰或者宗教服饰来标榜自己道德高尚的人，往往隐藏着极大的欺骗性。你看，有的人为了显得自己学问渊博、品德高洁，天天穿着极其复古的唐装，在各种场合大谈特谈国学和修行，结果你稍微一深交，就发现他背地里干的全是坑蒙拐骗、男盗女娼的龌龊勾当。他那身看似高雅的衣服，其实跟骗子身上穿的名牌西装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都只是一层用来迷惑老实人的伪装罢了。你如果只看衣服的表面款式去认人，那你还是停留在最肤浅的表象，你迟早还要吃大亏。国人的顶级智慧，看衣服从来不看它到底值多少钱，也绝对不看它是什么朝代、什么风格的款式。国人看衣服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衣服上附着的那个神，那个气象，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那股气场。咱们来看看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他是怎么通过衣服这面镜子看透世间百态，并且选拔出国家栋梁的。大家都知道，曾国藩有一部极其厉害的诗人奇书，叫做《兵谏》。很多人以为曾国藩只会看人的面相和骨相，其实大错特错。他看人的衣着打扮，那才叫真正的毒辣，真正的入木三分。历史上有这么一段极其经典的公案，有一回，李鸿章带着3个精挑细选的年轻人来到曾国藩的府邸，想让曾国藩给相一相，看看这3个人当中到底谁堪当大任，可以带兵打仗。那天碰巧曾国藩吃完饭散步回来，他没有立刻升堂见客，而是极其低调地站在屏风后面，偷偷观察这3个在厅堂里等候的年轻人。这3个人的穿着打扮和仪态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第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极其光鲜华丽的锦缎长袍，手里还拿着一把极其考究的折扇，但是这个人站在那里极其不安分，眼睛不停地东张西望，打量着曾国藩府邸里的摆设，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贪婪和浮躁。曾国藩在心里暗暗摇头，断定此人心浮气躁，贪图富贵，日后遇到巨大的诱惑，必定会倒戈相向，绝对不可重用。第2个人显然是极其有心机的，他故意穿得破破烂烂，甚至衣服上还有几块补丁。他表现得极其拘谨、恭敬，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看起来极其老实巴交。但是曾国藩一眼就看穿了这身破衣服背后的谄媚和虚伪。曾国藩明白，一个真正有志向的年轻人绝不会用这种刻意扮惨的方式来博取上位者的同情。这人是个极其危险的2面3刀的伪君子，如果让他掌握了权力，日后必定是个残害百姓的酷吏，绝对不能深交，更不能给他一丁点权力。唯独第3个人引起了曾国藩极大的兴趣。这个年轻人穿的衣服既不华贵也不破旧，就是一身极其普普通通的青色棉布长袍，但是曾国藩一眼就看中了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的衣服虽然普通，但洗得极其干净，连一个褶皱都熨贴得整整齐齐。他的衣领和袖口没有一丁点污垢。更重要的是，他穿着这身普普通通的布衣，站在大厅的中央，无论举止还是仪态都极其沉稳。他不看周围的繁华，也不显得自卑，眼神极其清澈坚毅，不卑不亢，仿佛他穿的不是布衣，而是将军的铠甲。曾国藩立刻从屏风后面走出来，
指着这个穿着干净布衣的年轻人对李鸿章说：“此人不仅心胸极其宽广，而且定力极其惊人，将来必成大器，可以让他独当一面，去统帅千军万马。”后来事实证明了曾国藩的眼光，这个穿着干净布衣的年轻人，果然成了晚清赫赫有名、收复台湾的一代名将，他就是刘铭传。各位，大家看懂曾国藩的顶级智慧了吗？衣服从来都不是用来炫耀财富的工具，也不是用来掩饰贫穷的遮羞布。衣服反映的是一个人对待生活最真实的态度，对待自己灵魂最深处的态度。一个连自己的衣服都能在任何情况下打理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人，他的内心里一定是有极其严格的规矩的，一定是对天地万物存有深深的敬畏的。他不刻意去迎合外界的繁华，也绝对不刻意去贬低自己的价值。这就回到了《道德经》里讲的最高人生境界。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是谁，他极其安分地守着自己的本分，他不贪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他绝对不会遭受屈辱。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该停下脚步，所以他永远不会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这种人就是把天道规律穿在了身上。在咱们老祖宗的五行智慧里，大自然也是极其讲究这种无形的气场与和谐的。五行之中的土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厚重，代表着包容。大树长在土里，江河流在土上，土从来不炫耀自己的颜色，它永远是那种极其质朴、极其低调的黄褐色，但是它孕育万物，承载万物。真正值得你用一生去交往的人，他身上的气场就如同这大地一样，如同深山里的松柏一样，他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刺瞎人眼的乱七八糟的颜色，也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凌厉气势。你靠近他，你只能感觉到一种极其深厚、极其让人安心的亲切和稳定。不管外界发生多大的动荡，它依然能够像大地一样给你提供最坚实的支撑。所以，我今天就把这套极其宝贵的通过衣服看透君子的终极防身心法，完完整整的传授给你们。以后大家在生活里，不管是给家里的儿女相亲看对象，还是你自己想找几个靠谱的老伙伴一起搭伙做点事，安度晚年，你不用去查他的银行账户，你也不用去听他吹嘘自己有多少人脉，你就极其仔细的去观察他的衣服。第一点是套心法，绝对不看价格，只看极其严苛的干净一个人的衣领、袖口和鞋面。如果是永远保持着干干净净的，哪怕那件衣服已经洗得发白了，这个人也绝对值得你信任。因为这种对细节极其苛求的干净，意味着他的生活极其自律，他的内心极其有秩序。这样的人绝对不是那种私生活极其混乱、满肚子坏水，为了利益可以出卖良知的人。第二点，实操心法，绝对不看款式有多时髦，只看他穿搭的极度协调。这叫什么？这叫明理自知。他的衣服必须跟他的年龄、身份以及你们所处的场合极其相符。一个60、70岁的人就应该穿60、70岁该穿的衣服，端庄大方、舒适，这就叫得体，这就叫顺应天命。如果一个人明明已经60、70岁了，还非要穿那种20岁小年轻的破洞牛仔裤，染着极其夸张的头发，这就叫妖异。这就说明这个人根本不服老，他的心性极其浮躁，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心性极其不稳的人，哪怕他再有钱，你也绝对不能把重任托付给他，因为他随时
会做出极其荒唐的决定。第3点，实操心法，看能量场的共振。你跟他走在一起，你坐在他旁边吃饭，你静下心来感受一下，你感觉不到他身上有任何压迫感，他的衣服既不会让你觉得极其刺眼，让你产生强烈的嫉妒，也不会让你觉得极其寒酸，让你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它就像一阵春风一样，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舒服和自在。各位，这种人就是咱们中国文化里真正懂得外圆内方的绝顶真君子。他表面上极其随和，极其包容，但他的内心里有着极其坚不可摧的道德底线和做人原则。你把家里的核心机密告诉他，你把极其重要的资源托付给他，哪怕你将来落魄了，他也绝对不会在背后捅你刀子，更不会落井下石。他会用他那种极其沉稳、极其干净的强大气场，在暗中默默地护持着你，滋养着你，成为你晚年人生中最坚固的一道防线。你们自己去想一想，静下心来仔细盘点一下，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到底有没有这种穿得极其得体、永远干干净净，让你如沐春风的布衣君子？如果有，哪怕他现在穷困潦倒，哪怕他是个最不起眼的普通人，你也一定要时时抓住这份缘分，把它当成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去深交，去善待。听懂了没有？防范小人只是求生，结交真君子才是真正的立命。这才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真正用来修身齐家、保全整个家族福报的无价救命锦囊。各位，今天这1个多小时的时间，咱们把这一身衣服里藏着的人性密码、防身智慧，算是彻底给大家扒拉干净了，讲透彻了。我知道，听完今天这些极其残酷而又极其真实的话，有的人心里可能会觉得沉甸甸的，大家会感叹人活在这世上真是太不容易了，哪怕是简简单单交个朋友，竟然也处处都是惊心动魄的陷阱。可是各位，咱们大半辈子都风风雨雨熬过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人总有一天会走。今天我坐在这里耗尽心血，给你们整理讲透这些老祖宗的救命智慧，其实是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积德行善的续命之事。这不仅是在为你我的后半生续命，更是为咱们的家庭、为咱们的子孙后代续命呢。你今天晚上听完这番话，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明天一早醒来，你把今天听到的这其中的一条规律、一句话，真正的融进你的骨子里，用在你的生活里。你去冷静地观察一下你身边的那些熟人，把你那个极其脆弱的防线重新建立起来。只要你能因此避开一次巨大的灾祸，咱们今天这相聚的缘分就绝对没有白费，我的这番苦心就没有白费。我在这里讲这些天道规律，从来不需要各位去花什么冤枉钱给我打赏。你的钱留着给自己买点好吃的，留给儿孙成家立业。只要你听了觉得心宽了，觉得心里头彻底亮堂了，知道以后面对形形色色的人该怎么躲灾避祸，保全自己了，你就发个善心，动动手指，在评论区里留下4个字：顺应天道。你把这股强大的正念死死地定在心里，老天爷在天上看着呢，全都会一笔一笔地记在你的福报账上，保佑你晚年清净安康，保佑你们家族子孙满堂，福泽绵长。